但我从来没在直播间说过。因为我是那个叫什么，我小时候就跟我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嘛，跟我爷爷奶奶姑姑，我说实话，我很少能见到我妈，我很少能见到我妈，我那个叫什么，我可能10岁之前，可能2-3年见一次吧，10岁之后基本上没怎么见过。高考之前见过一次，高考之前我去过一次那个我外婆那边，高考之前我去过一次，然后待了大概有1-2个星期吧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算是比较年纪大了，然后再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是大学，可能大2大3吧，然后他有一次来武汉演出，然后正好就是见了一面，再就没见过了，屈指可数。我10岁之后见过我，就屈指很数，见过我妈妈之后屈指可数，然后就是其实平常也没什么联系，基本上就是什么那种过节啊、过生日啊，可能会说一说。然后为什么会突然回去？那边应该都不熟，确实。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干什么的？就是我外公外婆身体不好，所以他就说要不要回去看一看。因为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在那边待过大概一个寒假吧，很小的时候，大概上初中还是上小学的时候去那边待过一个寒假，所以他就是说什么外公外婆可能身体不是很好，想要回去待一下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去了，然后就是没什么联系嘛，基本上都是那个过生日啊、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联系，然后他就是有说这个事情，有一段时间有说这个事情，有反对这个事情，因为他可能也是那种很传统的人吧，很传统，有在反对这个事情，但是虽然这么说我有点没良心啊，我是很感谢他能，我说实话啊，我是很感谢他能就是把我生下来的，就是带到这个世界上啊，我很感谢他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母亲都不容易啊，每一个母亲都不容易，就生孩子就生孩子这个事情实在是太恐怖了，是，真是，就是，但是他只有女生会经历，我觉得所以每个母亲都不容易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他。但是呢，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怎么说呢，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我，我当时大概也是跟他是说的这个意思啊，就他反对嘛，他觉得这样不好，他觉得这样不好。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说就是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接触的时间很短，所以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对，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人，然后你不知道我喜欢什么，你也不知道我就是不喜欢什么，你不知道我就是人生的经历，对，没有参与你的成长，对，你没有参与我的成长，然后你没有就是你不知道我人生的经历，你不知道我就是有经历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有什么不重要的事情，有什么就是让我崩溃的事情，有什么让我很喜欢的事情，你不知道，所以你根本就不理解我，你不了解我，你当然觉得不好，但是我现在很快乐，你不能现在就是突然跳出来去阻挡我去过我快乐的人生，是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不合理，没有道理这样子的。我当时其实就是跟他大概是这么说的吧，大概就是这么说的。然后后来就是，他也没办法，他也去找我姑姑，但我姑姑肯定站我这边不，驳回，so 是这样的，没道理。对啊，我姑肯定站我这边不，一票驳回，因为你其实讲实话，自己的人生还是自己做主了，自己做主吧。对，因为你确实是这个样子。如果但是我虽然这样说有点不好，但如果我是一个很幸福、很健康的这个家庭，很健康的一个家庭成长起来的话，
我可能会真的会考虑我父母的感受。实话的，因为没办法，如果你是被他们用爱浇灌起来的这样子一个，你必须得考虑他们的感受的。是，所以还是那句话啊，就是你生活对自己负责的前提是你能照顾好自己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就是还是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、去托举的人，你就谈不上这种，对不对？就不能像我们一样这么任性，是，对，也不能说任性吧，就是不能像我们这样随心所欲了。就如果你说你的人生还是得靠父母，的情况下，真的没有办法太放任自己去做想做的事情，真的没办法。还是首先要过好自己，真的要首先真的要，就你自己要自己掌握话语权的话，要先自己提升自己的。是的，这个没办法的，还是得自己有底气才可以。因为你过得幸福，才能去说服他们，让他们觉得你幸福，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样子，他觉得很多那种就是比较保守的人，他会觉得两个同性在一起的话会不幸福。对，因为没有后代嘛。一个是没有后代，一个是害怕别人的眼光。对，他担心别人的眼光，就是怎么看你，或者说这个社会去怎么看你，他怕你们不幸福。其实他也有他担心的道理，他也不是一味的是阻止你，对不对？他有他担心的道理，但是你要给他看到，就是说，我们就算是没有走一个正常，也不说正常吧，没有走一个大多数人会走的路，我们也很幸福。对，我们也能就是非常过得很好，美满的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也会有很多爱，然后我们自己也能为自己的未来负责。对，主要是这一点。但是大部分家长不同意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怕你过得不好，就是怕你说你过得不好，然后你的未来没有保障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都是这样想的嘛，所以很多丁克家庭也会被反对。这就其实跟我们一样的，他其实不论男女，他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后代，你没有一个好的保障，对不对？他就会觉得你会过得不幸福，你会过得不好。家长怕自己被指点，这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少数。如果真的爱自己的孩子的话，其实还好。这个点，我说实话啊，确实，其实比较不能接受这一点，就是怕别人对我指指点点，所以我不同意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对，对，我觉得这是我最无法接受的。我爹肯定不同意啊，但是不是一样的吗？我爹没有必要在乎他同不同意。对，我其实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做有我自己的道理。就是我会自己选择我在乎谁的看法和不在乎谁的看法。是的，就是我觉得我这样选有我自己的道理，有我自己的这个东西吧。我爸没有当面跟我说过，他没有跟我说过，他只跟我姑姑说过，因为我跟他关系本来就不是很好，所以他不会跟我说。他就是只会跟我姑姑说。但是我姑就是我姑全部驳回啊。驳回啊。你跟我说有什么用？因为他自己也觉得，我跟你说，他自己也没有信心，他自己也觉得就是说，我管不了你，我让你姑姑去管你。其实我说实话啊，对于我们这样来说，我们俩虽然已经完全不在乎别人了什么的，但其实我像姑姑，像我妈妈，他们其实私下里，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他们需要去战斗的事情的。会有人去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你儿子这样非常不好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他们其实也要替我们去承担一部分的压力。我说实话，真的是，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非常非常辛苦。他们就是同意这件事情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叫什么重大的决定。就是他也不光是为你，也是为自己。就是他会一一去驳回那些跟自己说的人。就比如说莫名其妙的亲戚说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怎么地，你知道别人得笑话他们怎么地，对吧？他们其实自己也要去反驳，对不对？他要去说的。因为这种东西你不可能直接说到我们面前。是的，说到我们面前就挨骂了。对，就家长也会承受很
是，他没办法，他觉得他和我的距离没有那么近，所以他只能去找一个和我距离近的人，他没有人找，对，他只能去找我就是和我距离近的人，能够在我这里能有话语权的人，是这种感觉啊，这种感觉。唉，是的，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了，对，异性恋一地鸡毛，对，是跟性别其实没有什么关系。哎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人见不得你好，未必真的不同，对不对？未必真的不同。你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，他巴不得呢，有一个帅气懂事的儿子啊，找了一个帅气懂事的男孩啊，这种事情他巴不得，他就是见你过得好。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是，它这个东西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我还是觉得，就是说，像这个同性啊，就是你不支持，也不反对，别人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，因为就是别人怎么样，本身就是不关你的事，对，本身就是不关你的事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宣传这个事情，是吧？也不用宣传这个事情，也不是说啊，这也没什么好宣传。对。我也不会天天在外边扯着嗓子喊异性恋多好，对，我在天天在外面喊同性恋多好，其实没必要，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，都有自己的心之所向，对不对？没必要去